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要介绍的产品是Verifier 的1:700的日本海军重巡洋舰高雄号。没意外的话，这个是 Verifier 它在1:700这个比例的第一个产品。那我们都知道 Verifier 在1:350的船上，它的细致的程度已经是非常良好的一个产品，所以当它把比例缩小到1:700的时候，那我们来看看它的设计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那之前如果你喜欢高雄这艘船的话，你能够购买的应该是青岛社，然后富基米或者是 Pit Road， 还有哈塞嘎瓦，或许哈塞嘎瓦有吧。因为1:700的船，说实在的，我并没有去关注它那么多。那这1:700的船里面呢，细节最好的，没意外是福基米跟 Pit Road。那现在是Verifier， 它也推出了1:700的高雄号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物。我昨天已经有先把它打开来看了一下，它的蚀刻片是粘在盒子的上面的，所以有时候你打开盒子，你没有看到蚀刻片的话，它是粘在这里面的。OK， 好，打开之后你会看到一袋 3D 列印件，然后说明书，然后船身这些零件，塑胶零件，以及粘在盒子上的金属蚀刻片，都大致上是这样子组成的。那今天介绍的话，我们先从说明书来看它的产品好了。我们会看到它的产品，你会觉得它的塑胶零件的数量比较没有那么多啊。第一个就是船身，然后甲板，然后水线的分隔板，以及127防空炮底座的这一个板件，然后包含驱动桨在这个地方 ，OK， 然后它的救生艇，翻到隔壁来看一下，然后桅杆传动轴这一些细部零件，烟囱舰桥零件，水上飞机以及水贴，然后金属蚀刻片、铆链，再来就是 3D 列印件，连主炮它都是使用所谓的 3D 列印件。你可以看到它的 3D 列印件的零件的数量是相当的多的。到隔壁这一页都一样，都是 3D 列印件。所以 3D 列印件里面就包含了主炮，然后水上飞机弹射架里面的驱动装置、主炮底座、炮管、炮衣，以及鱼雷发射架，然后25毫米的96式单装防空机枪、3连装防空机枪、双连装防空机枪，以及烟囱内部零件、鱼雷快速装填的架子，以及一些观瞄系统、烟囱罩卷扬机，然后我们的22型电探、破雷位观测所，然后一些风挡，然后舰手，以及我们的通风系统、通风管道，这些都是使用 3D 列印件，连船锚都是使用 3D 列印件。翻到隔壁之后，你也会看到一些卷扬机的零件、探照灯，那个是船锚的进入的一个入口，然后左右旋航行灯，以及蛮多零件的，说实在是蛮多的包含细缆桩、救生艇支撑、弹药箱、细缆桩、舱门、望远镜然后127防空炮，所以 3D 列印件的数量是相当的多的。所以你在定义这一盒模型的时候，它就是给了你大部分的塑胶零件，然后并且
附上了金属蚀刻片、铆链以及 3D 列印件，所以它就是等于是把所谓的超改放在这一盒里面，直接贩售给你。那你买完这一盒之后，你应该就不太需要再购买其他额外的 3D 列印件或蚀刻片，你就可以凑出一艘蛮漂亮的高雄号出来。OK，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个示意图，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切除的，所以这一艘高雄号它是可以做成水线版的。你看它这边有一个分隔板，水线的分隔板，所以它是可以做成水线版的。这跟1:350的 Aoshima 的轻巡洋舰有一样的设计，也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也可以选择制作成全舰底。好，水上飞机，然后弹射架，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甲板上的压条是使用金属蚀刻片，分成1、2、3、4个区块。那上面就是开始堆放你的 3D 列印件这些零件。就算它是1:700的，它的细节也没有放过，还是一样非常的细致。只是我不知道这个做起来会不会非常的难受，因为模型本身就700比例是真的非常小的东西啊。这看起来说明书看起来跟1:350的差不多。连小艇上的蚀刻片都有。那非常精彩，真的是非常精彩。那安装的方式，我觉得会跟1:350的高雄没有什么很大的差距。不过在这个地方，它反而做的比1:350的高雄还要细致，这蛮特别的。OK， 好，基本上组装的方式跟1:350的高雄号没有非常大的区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板件。首先，我们再看，你拿到模型之后，你最有兴趣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船身吧，因为它是这里面是最大的一个零件。拿起来之后，你看一下它的细节，它上面有所谓的钢板纹路。不过这一次它取消了所谓的铆钉的设计，在船身上取消了铆钉的设计。看起来是蛮漂亮的，不过我看在这个地方的细节处理比较没有那么的好，这边有一点点的缺陷，看起来像是他把钢板的纹路做在了这个地方，所以在光线下看起来它有点怪，不过如果喷上了底色之后，那就不一定。好，再来翻过来之后，这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条分隔线。沿着这条线切开之后，你的船身就会变成水线板。好，变成水线板之后，它可能就跟金刚四射的船不会差太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我今天是购买了福基米的高雄号，在 Verifier 之前，我觉得细节最漂亮的应该是福基米。来，让我们在镜头下直接做个对比。少了钢板纹路以后，你会觉得，它的船身好像就，有点太简单了一点。而不得不说哈，
以福基米的船身来说，它的立体感还是相当的不错的，我觉得看起来还是相当的不错，只是它少了很多的焊缝，所谓的焊接的缝隙少了那些东西，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空洞的感觉啊，我觉得看起来是有点空洞的感觉。不过如果没有在 Verifier 旁边比较的话，我觉得福基米的东西还不错啦，船身来讲的话，它是还不错的东西。OK， 好，看完了船身之后，我们来看所谓的甲板。这个是 Verify 的甲板，你看上面的纹路细节，基本上就是350的比例下去缩小。那在这一段，它就没有什么东西，就是蛮空旷的这里就是空旷的，所以它可以很简单的让你喷上了所谓的油布甲板的咖啡色，然后再贴上蚀刻片的压条，你这一个区块就完成了。那你相对的来看一下福基米的，你会觉得上面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东西很多。好，然后细节来讲，其实它也是做的相当的漂亮它也是很漂亮，焊接缝、防滑纹，这些都有。只不过以防滑纹来说的话，Verify 的防滑纹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密集。好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常说的，当你的比例缩到一个程度之后，有的东西它是会失真的，所以包含它因为脱模的关系，所以你看到它只是个圆柱体，这个地方就变成一个圆柱体那 Verify 就把它拆件，所以到时候做起来的话，Verify 一定是会比较漂亮。那这个你就必须要把它切掉，直接再换成其他的零件，那你就多了一笔的支出。再来，你看甲板上你要喷成所谓的咖啡色油布甲板的颜色，然后还要另外再制作所谓的压条，那压条还要闪过甲板上的这些杂物。那制作上的话，我觉得福基米的它所需要的工作的这一些复杂程度，反而会远高于所谓的 Verifier。而且因为要脱模的关系，要方便离模，所以它有很多的东西做的会有一点圆润的感觉，肉肉的这种感觉。甚至比例上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太大了一点OK， 这个是属于甲板的部分。那撇除甲板之外呢，其他的东西，这个是第二层的甲板第二层的甲板，你可以看到它前面这边竟然有甲板压条，这个是 ATAGO 的设计。对，它明明是高雄号，可是它这个地方竟然有甲板压条，所以这一个应该是 ATAGO 的设计才对。好，那 Verify 呢？你看它的防滑纹路，福基米的防滑纹路 ，Verify 的防滑纹路，细节就差了非常的多细致的程度就差很多。当你比例缩小到1:700的话，那它这一个
防滑纹路，我觉得就合理了。如果你是在1:350的模型上看到了这种防滑纹路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理。OK， 好，就是细节上的差异性。那再来是烟囱的设计，这个是 Verifier 的主烟囱，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铆钉，那并且你看一样，它开成右侧、左侧以及前侧，所以它可以很完整的保留烟囱上面的铆钉的结构，所以它这个开模就没有任何的缺点。只是你的零件就多了一个零件，就变成你多了一个前侧的零件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富基米的烟囱。不得不说，其实它的烟囱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因为它把所谓的环晶的纹路都直接做在烟囱上，所以细节也是相当的漂亮。只是因为它拆成右侧跟左侧，所以到这个转角的这个地方，它的特性就不见了。因为你为了要方便，你可以脱模，所以这里的设计反而就不见了。不然到时候它还是拉扯到会变形。看到没有？这里是没东西的，就是靠近转角的这个地方，它的细节是会不见的。这个是模具限制的关系。你看后侧也是一样，在靠近转角这个地方就没有任何的细节，这个是没办法变更的事实。不过福基米这个也算是蛮漂亮的。好，那再来很多的零件，由于非常细小，所以 Verifier 它直接把它制作成所谓的金属蚀刻片跟 3D 列印件。那富基米的你就必须要额外去购买这种东西，因为它所有的零件都有给你所谓的塑胶测速件就是差别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要把富基米的船做得更细致的话，你可能就购买它原厂的金属蚀刻片，因为富基米它原厂都会出金属蚀刻片，然后额外再去外面购买所谓的 3D 列印件回来替换，你才可以把这艘船做得很漂亮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蚀刻片，总共有4张，这个 Verify 的，就像我们所说的，甲板上的压条，它分成了1块、2块、3块、4块，然后去完成甲板上全部的压条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后面再安装就好，这样你只要喷完了咖啡色，在甲板上喷完了咖啡色，直接遮盖完，做完其他的零件以后，最后再粘上压条，这样你压条就不用再上色，不用再刮颜料，把颜料刮下来。好，再来，这个就是栏杆的部分，还有一部分的爬梯栏杆，然后飞行甲板的侧部支撑、弹射架，细节都相当的漂亮。OK， 然后小艇吊架 ，OK， 好，这块小块的一样栏杆，然后防空机枪平台的走道，水上飞机搬运的轨道的底座。然后旁边探照灯塔的底座以及观瞄系统的底座，烟囱的支撑，烟囱的环晶，前后烟囱的环晶起重机的零件，
OK，嗯，好，这个就是蚀刻片的部分。接下来是3D 列印件的部分。OK，3D 列印件零件说实在是数量是蛮惊人的，非常的多。如果你是在额外购买 3D 列印件来为了你的船要搭配的话，你光这一些 3D 列印件你就不知道要另外再花多少的费用。没关系，先这样子看。好，这个是主炮。主炮它包含了顶部的栏杆，全部都帮你直接打印在上面了，直接列印在上面了，所以这都是有栏杆的。人在这个光线下看的不是很清楚，我会看有没有灯可以看一下。我需要一个补光灯啊。它上面是有所谓的栏杆的，所以细节是非常的丰富。然后包含了第二炮，它上面的张线的支架也都帮你做好了，所以是蛮轻松的啊。说实在，我觉得做这个会蛮轻松的，你只要把旁边的框架拆掉上色，那就可以了。好，127防空炮，那爬梯也是镂空的，细节相当的锐利，相当的漂亮。不过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沉纹，这个喷上液态补土之后，不知道还看不看得出来。这是127的防空炮。OK，这些小零件看一下，所谓的舰首、舰徽的这一块，一些风挡、船锚，然后烟囱的最上面的上罩、探照灯、破雷位、22型电探，全部都在里面。所以以细节来讲的话，它是目前为止最锐利的一套，因为它大量的使用了 3D 列印的零件，它就没有所谓的塑胶射出的限制，就不会有那种射出不成型不完全不成型的这种状态。OK 细缆装，然后卷扬机，有的零件看起来好像是有多附上零件，万一你失败的话，可能还有救。OK，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望远镜，看一下它的望远镜1:700比例下的望远镜是长什么样子，还是相当的漂亮，对不对？
看起来跟1:350的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异，不过就是非常的细致。OK， 弹药箱，舱门，所以我建议这个还是直接在这一块板子上就先喷上颜色，你在制作的话会比较好制作一点，因为它的材料实在是太小了，有时候你拆下来喷的时候，喷漆它有可能就飞掉了。OK， 这个是所谓的火控系统跟观瞄系统。细致的程度非常漂亮。OK， 好，以上就是 Verify 的700比例的高雄号。那市面上有相当多的高雄号的产品，那就是看各位如何去看待一家公司它所生产的产品是什么样子。我是不会因为说 Verifier 有哪一间，然后我跟他关系比较好，我就会去坐他的船，我不一定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目前来讲，1:700的高雄能选的可能也没几家，那细节说实在的是也没有比 Verifier 好。那你要拿到跟 Verifier 的700高雄有一样的产品的话，你可能要付出的时间跟金钱会远远超过于直接买一套，我认为是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高雄号的话，那我是蛮推荐去买 Verifier 的这一套。对，如果 Verifier 还没有出现之前的话，那逼不得已的话，我觉得就可能也只有福基米可以选。然后 Pitch Road 看有没有高雄号，因为我看过 Pitch Road 的 Atago， 可是我没有看过 Pitch Road 的大告，我没有仔细去观察。对，可是在我眼中700的你在做，就是细节你要修改的是相当的多的，你必须要把原厂的一些塑胶件给铲除掉了以后，研磨到平整，然后再贴上蚀刻片，去显示它的细节漂亮。那我觉得那个是以前非常累的事情，那这个就不太需要。所以 OK， 今天的 review 就是到这边，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OK， 那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